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Dr. Fish 频道。很多人认为使用雨水、湖水，甚至于地下水用来养鱼是最好的。好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，什么水到底是最适合用来养鱼。首先，我们来讲雨水。其实雨水呢，跟蒸馏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但如果你住在大城市或者是工业区的话，我个人建议最好不要使用雨水来去养鱼，因为空气里含有很多的灰尘，还有雾霾。我们不知道空气里面到底有什么有害的物质。如果你住在郊外，空气清新的地方，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雨水来养鱼。唯一你要注意的是补充水里面的矿物质成分。湖水有很多人认为比较贴切大自然，所以认为这种水是最好的。但是有几点你要注意的是，当你要使用这个水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确保水里面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的。有时水里面清澈呢，并不代表这个水没有问题，或者是没有污染，毕竟有很多污染物质是无色无味的。另外的风险就是湖水里面必定含有一定的数量的细菌还有寄生虫，这些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肉眼去鉴定跟识别的。也有很多人认为使用地下水是最好的，因为都认为矿泉水都是使用地下水来去制作的。在旧时代，有很多人的家里是没有自来水供应的，所以他们都是使用井水来去满足生活的需求，所以都认为地下水是一个最好的水源。但是我认为现今的地下水并不是一个好的养鱼的水资源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要认清，在过去几十年来说，人类不断在发展工业还有农业，使到土壤严重的受到污染，所以说导致地下水也因此受到污染。另外的问题是，有很多地下水都含有重金属的成分存在，和硫化氢的成分，以及多种的有害物质在里面。所以说我是不鼓励使用地下水来养鱼的，因为存在了太多的未知风险在里面。我个人认为使用自来水来养鱼是最安全的。其实不需要怀疑，因为自来水是由我们的国家水务局经过过滤之后，再使用氯来去杀菌之后，才将这个自来水输送到我们的家。我的室内养殖场都是使用自来水来去养鱼的，因为这些自来水都是供给我们人类使用的水源，所以说我不需要考虑跟担心安全性的问题。自来水虽然安全，但是我们还有几点必须要去注意的。首先，必须要把水里面的氯，就是 chlorine 来去除掉。氯是一种非常强的氧化剂，水务局会将水呢进行生物过滤之后呢，会加入2个 ppm 的氯进行杀菌跟消毒。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调节的，就是我们水中的 pH。有一些地区的水质呢 pH 值呢会偏高，当 pH 值偏高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进行调节之后才可以使用。如果要知道怎么样去调节 pH，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使用什么物质来去调节这个 pH。好，我们来去谈谈怎样去除水里面的氯。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使用一个蓄水桶装满了自来水之后呢，进行几天的暴晒，氯经过暴晒之后呢，会自然的挥发掉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将水装入蓄水桶之后进行爆气，几天就可以了。氯经过氧气的氧化之后呢，它也会自然的挥发掉。第三种除氯的方法就是使用化学物质来去除氯。我们可以在水质馆去买这样子的除氯剂来去导入自来水里面，将这个氯给除掉。基本上在这个除氯剂里面呢，主要的含量就是用 sodium thiosulfide， 或者是可以买这一种固体的这种除氯剂，这个就是 sodium thiosulfide 来的。只是这一个跟这个区别呢，只是说这个用水稀释之后的 sodium thiosulfide 来的，其实功能含量都是一样的，只是浓度不一样而已。所以大多数来说，如果是以室内养殖场的话，都是使用这一种，因为大概是1克左右可以处理1吨的自来水，用量是非常少的。如果要用在我们的那个观赏鱼的鱼缸里面呢，
这个就可能呢在使用上呢可能会用过量。这个化学物质呢使用过量的话，跟氯的带来的那个化学伤害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，一样也会破坏鱼的软部组织，甚至于鱼的鳃部，会使到那些部分溃烂，严重的话会导致鱼死掉。所以说我们要适量的来去使用就好了，不可以使用过量。好，现在我为大家做一个试验，到底要使用多少的含量才可以真正的解决水里面的氯。好，首先我们来开始测试一下自来水的这个氯的含量到底有多少。好，这个就已经是这个都是一样的自来水源。OK， 现在开始我们先测一下自来水里面到底有多少含量的氯。OK， 首先将水放进去之后，让这个测试仪开始读水质的颜色。读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将这个4滴的这个测试剂滴进这个自来水里面。可以看得到颜色已经出来了，也代表着有氯的成分存在。之后呢，就把它放进这个仪器里面，再进行读取这个实际的数据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得到那个氯的含量只有 0.39 个 ppm 就意是 0.39 个毫克每升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将这个 sodium thiosulfide 融入在这个1升的自来水里面，然后再看它去除氯的那个效果，到底多少的含量才可以处理得到。好，我们找不到太小的，就0.2克。好了，已经溶解完了，将它倒进去水里面，这个1升的水里面进行搅拌。所以说，这一个自来水里面已经放了0.2克的那个 sodium thiosulfide 在里面。现在我们来测一下，到底它还有多少含量的氯存在里面。好，现在把测试剂滴入，然后第4滴。好，这一节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为止。如果有任何的疑问，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加多的关于水产养殖的那方面的知识，可以在底部留言提出你所希望我讲的一些课题。当然也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以及转发我的视频，谢谢。